如果我跟你说接下来20分钟呢，我带你搭一个能帮你回邮件、管文件设提醒的一个 AI 助理全程不用写一行代码，你信不信？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小鱼儿的网站建设频道。今天呢，咱们就用 OpenClaw 搭一个真正在后台干活的一个 AI 助理。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 OpenClaw 呢是个什么东西。那它呢是2026年呢在科技圈特别火的一款开源自主人工智能的一个虚拟助手。那它不是那种只能聊天的工具而是更像一个有手有记忆的数字助理。什么叫有手就是它能根据你给的指令在电脑上自动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那么什么叫有记忆呢？就是它能记住你的偏好和之前聊过什么，上下文也很连贯。那它和传统的对话式的 AI， 比如说 ChatGPT， 比如说 DeepSeek 这些，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OpenClaw 呢，它是行动导向型的，你可以通过 Telegram 这些平台呢，直接给它发指令，它就能帮你操作电脑上的浏览器，管理文件，执行终端的命令，回复邮件，甚至写代码、跑代码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厉害？而且呢，它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功能就是长期记忆。它能记住你之前说过的偏好，比如说我习惯用 Gmail 收工作邮件，那我常用的文件夹是哪个？这些它都能记住，所以你跟它交流越久，它就越懂你。最重要的是呢，这个工具呢可以24小时挂机运行，你发消息它就干活你不发它就在后台等着，随时准备响应。好，重点来了，接下来呢我会全程手把手的教你从零开始搭建这个 AI 助理，而且全程是零代码，不需要你懂编程。那我还会跟你讲，我还会告诉你呢，怎么把它和我们的电报或者 Google 工作台这些呢，你本来常用的一些工具连接起来。看完这期视频呢，你就能拥有一个用手机发信息就能指挥的助理，随时随地想用就用。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 OpenClaw 呢，它也是需要一个服务器来运行。那么什么意思呢？它得有个地方一直跑着，不能关。那么你手上的任何设备，比如说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理论上都能跑但你想如果说你家用的电脑跑，那电脑一关机一启动或者家里断网了，那么你的 AI 助理就跟着下线了。什么叫做24小时在线呢？那这种情况下那叫24在线它就不叫24小时在线。所以呢，我们需要给它找一个家。那么这个家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服务器就是一个独立长期在线的服务器。这个服务器呢，不能太贵要安全稳定，价格还得实惠。所以这儿呢，我推荐大家呢使用这个 Hostinger 的 VPS 虚拟服务器。这里呢，我会把 Hostinger 一个购买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大家可以直接点进去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那么简单来说 ，VPS 就是一台住在云端的电脑，永远在线，那你随时随地都能连上它用来跑 OpenClaw 再合适不过了。一次设置好，后面基本就不用操心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动手操作这里呢，大家所看到的就是 Hostinger 的官网这里相关链接大家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这里评论区能找到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显示的是英文如果说英文不好的朋友呢，你可以像我一样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可以把它翻译成一个中英文对照版本。那我们也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把语言给它切换成中文，你也可以切换成其他你的国家的一个语言我们这儿给它改成中文。好，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一个服务点这个下拉。那我们在这个里面找到VPS 主机它跟以往搭建其他的网站不同我们这儿是用的 VPS 主机，直接点击进来之后呢，我们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呢它是支持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鼠标再往下拉这儿它使用的是一个 KVM 的一个技术。那这个技术能保证服务器性能的一个稳定，而且它和新手特别友好支持 OpenClaw 的一键部署，不用你自己敲代码。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目前它是有提供4个套餐。那这个套餐我们应该怎么选我们一般就选这个最热门的 KVM2 的这个套餐。这里价格显示的是
65.99人民币一个月。有可能你现在你看到的价格和我看到的价格呢会有一点不同啊，这里也不要紧，它的活动有的时候会进行调整。这个套餐里面呢可以看到它有2个 vSPU 的内核，有8GB 的一个内存，有100GB 的一个硬盘空间有8TB 的一个流量。好 ，OpenCloud 呢它是绰绰有余。如果说你的需求更多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后面的套餐。那我们直接点击这里选择套餐。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个购买的一个周期。这里默认是24个月，24个月可以看到是65.99一个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最长就是24个月。那你也可以选择12个月。12个月的话，买的越久越便宜，可以看到12个月呢就是73.99哈。24个月的话，它是65.99。买的越久呢是越便宜。如果说你买上1年以上呢，它是会赠送你1年的域名使用权。那第2年呢，你直接续费就可以了。这里我说一下这个域名呢其实也很重要域名就相当于你网站的一个地址，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网址你随时可以把这个网址发给你的亲戚朋友发给想要来进入你网站的朋友他们可以通过这个网址进入到你的网站。一般的这种网址的话，它会带，比如说像 gpt.com 或者说 opencloud.com 等等。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想要有一个网站那这个还是挺划算的你可以买上24个月。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个每日备份。那前面我们看到它的里面自带的是每周备份，这个每日备份呢是需要收费的一个月呢是43.99。如果说你特别看重数据的一个安全，你就可以把这个选项呢给它勾选上加钱。那再往下拉接下来选择一个服务器的一个位置。中国大陆的朋友呢，你也可以鼠标点开它，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选速度相对快一点的，可以看到它这下面有时长。马来西亚呢是50毫秒，那么印度尼西亚是68毫秒，但我们可以直接选马来西亚，速度相对快一点。如果说你打算以后用这个服务器做网站，那么就根据你的访客主要在哪个地区来选，离他们越近访问就越快。接下来是一个操作系统这里你可以先不选，后面也能换。那在右边这里就是一个价格你可以通过我视频下方的链接拿到优惠价大家可以现在可以直接去点开我视频下方的 Hostinger 的一个购买链接确认没有问题，我们就点继续。接下来就是填一下账单信息带星号的填一下。这里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它有一个30天的退款保障。如果30天内你用的不满意了，那可以随时申请退款30天之内。好，接下来我们再点一个继续这儿就是选择一个支付方式你可以选择支付宝、银行卡、加密货币都行。这儿比如说我们就选择支付宝或者 PayPal 也是 OK 的。好，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是这里显示的是美元也没有关系，你直接用你的支付宝去扫码支付就可以了，它会转换成人民币来进行付款。付款成功之后会让你设置一个登录后台的密码，这个一定要记好。还有一个免费的一个恶意软件扫描器建议大家也勾上。那么勾上之后呢，就直接点完成设置系统呢就开始配置你的一个 VPS， 大概呢需要3到5分钟它就准备好会给你发邮件通知你。那后面我们该怎么样来进入到这个 Hostinger 的后台呢？我们可以在首页这里在 Hostinger 的首页相关链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我们在这里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登录。那因为我已经登录过了就直接进入到后台。好，接下来呢，这个就是 Hostinger 的后台它的后台也简单明了，可以看到在左边这里就是一些功能，我们直接找到左边的这里有个 VPS， 点一下它。那么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呢，你买的那台服务器，点进来之后你会看到这里呢有一个管理界面，我们点击后面这里有一个管理按钮这儿它会问你一些问题你对 VPS 的需求，那么你的水平怎么样你为什么购买 VPS 主机那你计划在 Hostinger 上构建什么？这里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点下面跳过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恶意软件扫描器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要返回，怎么返回呢？可以看到在左上角这里有2个箭头一个是往后一步一个是往前一步往前一步就点
左边的这个箭头，往后一步就点右边这个箭头。这儿还提醒一下呢，大家如果说后期你购买的到期了之后啊，你可以选择这里有升级或者续费。那我们直接再次点击这个管理。那管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在左边这里可以看到有概览啊，有设置，有操作系统和面板。那么我们要安装操作系统，我们就点这个操作系统和面板啊，这里点操作系统。那这儿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往下拉哈，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去，在这里去搜索操作系统。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这里 Docker 啊，我们看一下哈，这里啊，当你搜索的时候，这儿就跳出来了。Docker 呢，它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虚拟环境哈，很多程序都跑在它上面。那么这里它有 Docker 应用程序哈，这是我们这个点这个应用程序。好，那么可以看到啊，我们要选中这个应用程序哈，下面就跳出来这个 Docker。那我们再点击一下它，接下来呢，我们点这个更改操作系统。点一下确认一下呢，要清除之前的一个数据。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点啊，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用啊，没有那没事的，我们就可以直接这里勾选一下，去点击下一步。那么如果说你之前有操作系统，那请记住哈，如果说在这里我们更换操作系统了，那么你之前的所有的数据会全部被删除啊，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好，接下来我们这里点击下一步啊，这里需要输入一个密码。这个密码你设置的一个更密这个密码是用来登录你的 VPS 的一定要把它记好。设置好了之后可以看到密码它需要数字需要哪些组成看一下，按照它这个要求，我们点一个确认。可以看到这上面他说正在创建，系统呢它就会根据系统呢就会重新开始部署大概需要等待几分钟。这里可以看到正在重新创建它会自动把这个Docker 装好。这里有时间这里可能最多需要10分钟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好了，这里系统呢已经好，这里装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开始装这个 OpenCloud。那我们点击回到后台，点这里左上角这儿一个概览找到的一个管理器点击这里 Cloud 管理器，点击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开启你的首次部署，这里点这里一个构成。我们再选择这里有一个一键部署，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应用程序，我们直接在上面这个搜索框直接在这儿搜索 OpenCloud， 可以看到这里它直接跳出来了，我们就直接点选择接下来这里就出现了部署 OpenCloud 个人 AI 助手，这里它是具备可以看到它是具备多渠道信息支持。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配置一个 API。那么 API 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呢，就是让 OpenCloud 去调用哪个 AI 模型的钥匙。比如说这里你可以使用这个 OpenAI 你可以用这个 ChatGPT 的这个 API， 你也可以用 Gemini 的 API 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你也可以。这儿呢，我就用这个 OpenAI GPT 的这个 API 密钥用这个 GPT 的模型呢，让它去调用它的模型，所以我需要 GPT 的 API。那么这个 GPT 的 API 该怎么样获取呢？首先我们需要打开 ChatGPT。如果要使用 GPT 的 API， 首先你得是这个 GPT 的一个 Plus 会员。可以看到这里我使用的就是 GPT Plus 的会员。那获取 API 的网址呢，我会放在视频下面的一个描述栏，大家可以找到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找到链接，打开进来之后呢，它就会直接进入创建 API 密钥的这个页面。进来之后呢，你需要点击右上角去登录一下。在这里，如果说你还不是 GPT 的会员，或者说你升级呢遇到问题我们这里可以去使用一个代充平台，比如说你可以找到小鱼儿这里，点击我的视频鼠标往下拉，可以点开这里描述栏的一个更多，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 GPT 的一个独立会员购买，也可以呢去找这个会员代充平台直接帮你代充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链接直接点进来这里链接大家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就能找到。这个平台呢，它可以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它可以帮你代充 GPT 的一个 Plus 会员，并且也还可以帮你代充 Gemini 的一个会员。那这个平台呢，它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用的一些 AI 服务还有一些增值服务，比如说你没有 Google 账号或者说你想要看个美剧什么的这些都可以在里面去充相对的会员。并且呢，它是支持一个支付宝付款的
那比如说这里我们点到增值这里，我们比如说我们要使用 GPT 的代充，直接点进来啊，你可以选择代充1个月，也可以选择代充3个月，也可以代充1年。这里它是支持支付宝付款的。在充值的过程当中或者后续的使用当中有任何问题哈，你可以直接去联系它的上面的一个客服啊，有客服可以咨询。那么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创建新的密钥啊，这儿我们给这个密钥呢给它取一个名称，我这里随意选一个。好，接下来这里直接点击创建密钥啊，速度非常的快啊，密钥分分钟就已经生成好了。我们就直接把这一串密钥点击这里啊，把它复制。复制下来之后呢，这个一定要保存好，因为它只显示一次，那么以后这里你就看不到了。我们可以用一个笔记本把它先记录下来。那这儿我们拿到 GPT 的一个密钥之后呢，我们直接回到后台，鼠标往下拉啊，把这个密钥啊把它粘贴到 OpenAI API 的下面啊这个框里面，鼠标往下拉，直接点击下面的这里一个部署，好，直接点击下面的部署，可以看到你的项目正在部署中哈。那刚才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方法呢，可以大家可以采纳一下。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升级你的 GPT 哈，或者说你购买当中有一些困难，那么你也可以直接让它用你的直接去购买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那这个部署也是稍微需要等待一会儿啊。这里有个重要的提醒呢，就是 Claude 呢本身是一个开源免费的啊，但是它里面用的一些 AI 模型啊，比如说 ChatGPT 啊，它是按量计费的。那你发一条信息就扣一点点钱，刚开始啊建议呢先少发啊，先体验一下，其实自己用花不了多少钱哈，模型越聪明效果越好。那么 ChatGPT 啊目前比较主流的选择。好，这里可以看到项目已经部署，正在运行之中。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 OpenClaw 的一个后台啊，这里有个链接，我们直接点击进来。进来这里呢，我们需要第一次登录哈，需要密码。这个密码在哪里看呢？我们点击回到刚才 VPS 的管理页面啊，这里有个管理可以看到，我们点开它啊，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环境，这里有个下拉框，我们把它点开，再往下拉啊，这里有一个，这儿有一串字符，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密码。我们可以直接复制它啊，你也可以点击后面的眼睛呢，去看到里面相关的密码。复制好之后，粘贴到这个框里面来，点击给它粘贴上，点这儿登录。好，登录进来之后呢，如果有出现这个连接网关失败的提醒呢，别慌哈，你可以去点击左边的概览啊，如果连接状态显示是橙色的，就说明没连上哈，你可以再设置把刚才那个密码再填一下啊，再重新连接。接下来这儿我们就直接点连接。连上之后呢，你去点左上角会有一个聊天哈，随便发个消息呢去测试一下啊，比如说一切配置正常了吗啊？如果他回复你正常，就说明你已经连接成功了。那接下来 OpenClaw 跑起来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连接到这个 Calibre 上面啊，这样呢你就用手机上的 Calibre 直接连接它了。当然你还可以连接其他的啊，比如说 Discord 方法类似。那么怎么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在这个 OpenClaw 里面聊天窗问他我要设置我的电报，他会回复你详细的步骤。第一步，第二步，你要在这个 Telegram 上面创建一个机器人啊，这个就需要用到一些相关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呢，你先得在你的电脑上面安装好这个 Telegram 桌面版。那么对接成功之后哈，你可以看到它在里面会出现电报已配置，网关已重启这样的提示，就说明已经配置好了。其实这个 OpenClaw 呢，这个 AI 助理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在电脑前还是出门在外只要手机有网就能随时召唤你的 AI 助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下 OpenClaw 的一个技能你可以给它安装各种技能，就像给手机装 APP 一样，无限扩展它的一个能力。去哪里找技能呢？那么主要有2个地方。那么去哪里找技能呢？主要有2个地方第一个是Claude Hub 这儿相关链接我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么你可以在这里去浏览别人发布的技能。那么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些流行的技能各种技能这下面可以查看所有技能各种各样的技能都有，看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公开的一个技能库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描述栏。它分了很多类这里面可以看到这里面各种各样的技能都有比如说 Google 的一些工作台技能，装上之后呢，你的 AI 助理呢也能像 Jammer Google 日历云端硬盘这些都有。其实安装技能很简单找到技能的地址，复制它，然后在
电报里面发消息说安装技能，那它会自动帮你装。如果报错可能因为这个技能还需要额外的配置，比如说缺少某个依赖呀，这时候你可以在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 Hostinger 的后台VPS 后台用终端的功能呢去手动装一下，或者说聊天窗口呢直接问 AI 助理，它会给你提示。那么 OpenClaw 呢，这个 AI 助理呢，它是可以全自动运行的。在 OpenClaw 的后台呢，它会有一个功能你点进去呢，你会看到它的一个状态栏，能看到调节度有没有开启当前有多少个任务，右边可以设置定时任务，比如说你每天收到多少邮件，想让助理每天帮你总结一下，你可以给任务取个名字比如说怎么样去起个名字，那么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相关内容呢把它编辑进去，去点增加任务它会每天自动运行，把重要的推送到你的手机上。但是你学会了这一招，只要你学会了这一招，什么时候定时任务都能搞定比如说每天提醒你喝水，每周帮你整理文件，全部能够自动化。那么最后呢，再给大家讲一下怎么管理你的服务器和 OpenClaw我们回到这个后台点到 Hostinger 的后台这里有个 VPS进来之后，这里点击后面这里有个管理，这儿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 Docker 的一个管理器，这里就是你的指挥中心，你可以在这里启用 OpenClaw重新部署可以重启，可以更新，可以停止，可以删除也可以更换你的 API 密码，甚至更换操作系统。那么你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控制系统所以我们在这里你可以重启重新部署，也可以更换 API 密钥。在下面这里可以看到，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点击管理，在这个环境这里呢，可以看到和修改密码、添加新任务，点部署就可以了想换操作系统，左边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操作系统有操作系统，左边有对应的选项那么这里备份和监控也在左边快照与备份。那我们买的套餐默认是每周自动备份一次，如果说你需要更频繁的备份呢，可以升级。另外，如果说你想要直接操作 VPS 可以用这个右上角的这里有一个终端就像是电脑上打开命令一样直接对服务器下命令。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 OpenClaw 呢，目前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实验性的工具虽然说功能很强大，但一旦它拿到你的邮件、日历、文件这些权限安全问题呢一定要重视，尤其是让它全自动运行的时候，建议你马上做这几件事情。第一呢，开启自动备份，默认是每周一次，你可以在后台确认一下，确保备份是开启的。第二，如果你绑定了域名，一定要配上免费的安全证书比如 SSL 证书这样你登录后台的流量呢是加密的登录账号密码不容易泄露。第三呢，把各种 API 密钥把它当成银行卡密码一样对待，千万别发在公开的群里，也不要乱截图。如果感觉泄露了，赶紧在 Hostinger 的环境里呢变量的换新的。好了，到这里，那么你的24小时的 AI 助理呢就正式上线了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完全不需要写代码，只需要跟着操作就能搞定。如果说你想购买 Hostinger 的 VPS 服务器这里相关的购买链接呢，我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看。如果说在搭建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你也可以去联系 Hostinger 的客服去进行咨询。我用到的所有的好用的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要学习 AI 建站的，那么你可以看我上一期视频。那如果说你对 Whopper 是一无所知的可以看我的这期视频。那么如果说想要去解决收款问题的那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去注册美国公司呢，去申请Stripe的这个账号。相关链接大家都可以来到我的首页去进行查看。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